你曾不曾这样对自己说过？我太情绪化了，我不能让情绪影响我的判断，我应该更冷静、更理性、更能控制自己。你把情绪视为一种失控的危险，一种会让人远离你的缺陷，一种你需要尽快解决掉的问题。但你知道吗？情绪从来不是障碍，它是桥，是你从现在的你走向更完整的你之间那座最真实也最重要的桥。情绪来，不是来毁掉你，而是来告诉你，这里有一个你一直没有看见的地方，你越逃避它，那个地方就越暗、越远、越无法碰触。你越抗拒它，你就越错过与自己最深的连结。情绪不是你的敌人，它是你灵魂最忠实的信使。它说不出大道理，它只会用感觉来敲门，让你记起，你还有一个你在等你靠近。当你悲伤，不是你变得软弱，是你灵魂正在轻声提醒你，这里曾经有一份爱，现在需要你重新回头抱住它。当你愤怒，不是你失控，而是有一条界限被越过，你需要为自己重新站起来。当你焦虑，不是你错了，而是你太习惯控制，而灵魂正在邀请你学习信任。情绪是你人生路上每一次转弯的坐标，它不是阻止你前进的石头，它是让你走得更深、更稳、更有方向的路标。可惜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压下情绪，被夸奖的是不哭不闹，被肯定的是懂事成熟。我们渐渐学会了怎么演出一个看起来没事的大人，却忘了怎么与自己真实的情绪在一起。结果是什么？你开始卡住，开始困惑，开始越来越听不见自己的声音，因为你把那座桥封住了，你再也过不去真正的自己那端。当你越害怕情绪，你就越被它困住，而当你愿意靠近它，你就开始真正自由。靠近它，不是要你掉进情绪里不能自拔，而是让你学会如何走过它，让它成为你从匮乏走向丰盛的通道，让它成为你从怀疑走向信任的桥梁。你会发现，情绪不是来折磨你，它是来启动你，启动你对自己的觉察、关爱与整合。你会开始感谢它，感谢那个哭得喘不过气的夜晚，因为你因此诚实了。感谢那个让你抓狂的对话，因为你因此学会说出真话。感谢那些让你不安的等待，因为你因此练习了信任。情绪是桥，你每一次愿意走过它，你就更接近你的灵魂，更靠近你的真相，更靠近那个最完整的你。不要再害怕感受了，不要再试图用理性把一切压下。你不是机器，你是活着的人。你会哭，会怒，会慌，会累，这些都不会让你变差，它们只会让你更完整。当你开始不评价自己的情绪，不抗拒它，不压抑它，而是愿意与它同行，你就会看见它的温柔。它从来不是洪水猛兽，它只是你内在那个被遗忘的孩子，想要你回头看看它，想要你说，我在这里，我懂你。那一刻，你不只是懂得情绪，你会开始懂得爱，懂得爱自己，
也懂得如何真正去爱别人，因为你不再需要用理性去防备。你有了一座通往连结的桥，你开始真正走进了生命。情绪不是障碍，它是你灵魂为你搭建的桥。你愿不愿意走上去，穿越它，去见你真正的自己？你一直在追寻一种稳定，一种不再动摇、不再焦虑、不再害怕的状态。你想象中的平静，是一种外在风平浪静，内心无波无澜的感觉，一种理性掌控一切的境界，一种从此就不会再痛的保证。所以你开始抗拒不安，你把它视为一种问题，一种失败，一种你还不够进化的证明。你越想快点摆脱它，它就越像阴影一样紧紧跟着你。你开始压下那些莫名的焦虑，那些突如其来的恐惧，那些你不想再经历的怀疑与不确定感。你告诉自己，我应该更稳定了，我不该再有这些情绪了。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，才还会有这些反应？但亲爱的，真正的平静，不是你没有不安，而是你学会去爱它。真正的平静，不是从控制中来，是从接纳中生。你不需要战胜不安，你需要的是拥抱它，是靠近它，是对它说一句从未说过的话。我知道你在这里，谢谢你一直提醒我，我还有什么没被好好照顾。不安从来不是敌人，它是你灵魂的信差，带着一封来自你内在深处的讯息，要你看见那个被忽略、被压抑、被遗忘的自己。当你开始爱你的不安，你开始发现他的声音其实很温柔。他说，你是不是太久没停下来了？他说，你是不是又忘记自己也需要被照顾了？他说，你是不是还在试图满足别人，却没听自己真正的渴望？你越是愿意听，他就越不需要大声，他就越不需要用剧烈的方式让你注意到他的存在。你越是温柔以待，他就越快转化，从一种恐惧变成一种清晰，从一种压力变成一种力量，从一种混乱变成一种指引。你不再想要逃跑，因为你知道，真正的平静不是没有风，而是你已经不再怕风来。你会在内在建立起一种深层的稳定，一种即使不安来了，你也知道该怎么陪伴自己的力量。这才是真正的平静，不是来自表面无事发生，而是来自你对任何发生都不再拒绝的胸怀。你会开始发现，越是能爱自己不安的时候，外在的混乱也越不容易动摇你。你开始有选择权，选择什么值得你投入，选择什么不需要再抓紧。你会开始知道，原来平静不是某种境界，而是你回到自己与一切共处的能力。那不是外面世界给你的，是你在爱自己的不安时慢慢生出来的。请你不要再用没有不安来当作追求的目标，请你改为问自己，我能不能爱我现在的样子？当你这样问，你就再把力量拿回来。你不再是被情绪推着走的受害者，你变成了那个能与情绪共舞的创造者。而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抗拒那份不安，它反而变得轻盈，它像云一样浮现，也像风一样离开。
你学会用呼吸去陪伴它，用接纳去拥抱它，用爱去看见它。那一刻开始，你会感觉到，即使一切都还没改变，你却已经走进了一种深深的平静，一种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平静，不是靠着外在条件才有，而是从你愿意爱起不安的那一刻诞生。爱你的不安，你就真正自由了，因为你终于明白，你不是要变得没有情绪，你是要成为一个能够承接所有情绪，仍然温柔、稳定、有力量地活着的人。这样的你，才是真正的平静本身。有些眼泪，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见，而是为了让自己终于不再假装没事。你或许不记得那是哪一刻开始，你学会了忍，学会了把情绪压在心底，笑着说没关系，转身却在夜里静静落泪。你以为坚强就是不能哭，你以为成长就是把所有情绪关起来，你以为宇宙只在你发光的时候靠近你，却没发现，其实它最靠近你的那一刻，是你哭的时候。不是因为你变得脆弱，而是你终于变得真实。当你哭，你没有防备，没有掩饰，没有假装我很好，你只是很诚恳的对生命敞开了。那一刻，你不再撑着，你不再强迫自己照顾每个人，扮演每个角色，你不再用理性压制内心的混乱，你只是让泪水把你带回了自己身边。眼泪是一种召唤，是你灵魂在对宇宙说，我愿意放下了，我愿意被看见了，我愿意接受帮助了。而宇宙就是在这样的召唤中，悄悄地靠近你。它靠近你，不是因为你完美，是因为你诚实。它靠近你，不是因为你想开了，是因为你终于不再压抑了。每一次真实的哭泣，都是一场内在的洗礼，让你从紧绷走向柔软，从控制走向信任，从孤立走向连结。你不用知道答案，你只需要允许感觉流过你，你只需要告诉自己，我现在这样也没关系，我不需要完美，我只需要真实。而就在这份真实里，你会开始感觉到某种转变，一种来自内在的松动，一种来自宇宙的回应。那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奇迹，它可能是某个人突然打来的一通电话，是一句刚好戳中你心的话，是一个机会，一段对话，一种你以前没有察觉到的平静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放下对情绪的评价，放下对应该没事的执着，你就开始打开了和宇宙之间的连结。你不再关门，不再拒绝自己的真实状态，也就不再拒绝来自宇宙的支持与爱。每一次哭都是一种打开，而你越能诚实的哭，你就越能接收，越能感受到那些一直在你身边却被你忽略的祝福。宇宙从来没有离开你，只是你在硬撑的时候，它进不来。它不会强行突破你的防线，它只会等待，等待你愿意松手，等待你愿意说我很累，我想放下。那时候它就会过来，在你没力气的时候拖住你，在你迷失的时候指引你，
在你孤单的时候提醒你，你一直都不孤单。亲爱的，你不需要为了谁坚强，你不需要撑到没眼泪才值得被接住。你的脆弱是一种开口，让爱得以进来，让奇迹有机会靠近。所以，请你不要急着擦干眼泪，不要急着回到正常状态，让自己慢慢的哭，让每一滴泪都帮你把不需要的能量释放出去，让每一个哭泣的瞬间成为你与宇宙重新连结的桥。你的眼泪是神圣的，它不是崩溃的证据，而是蜕变的起点。每一次你真实的哭泣，都让你离自己更近一点，也让宇宙有更多空间靠近你，拥抱你，支持你。你不再是那个独自承受一切的人，你是那个愿意让自己被爱的人，你是那个在脆弱里重新找回力量的人，而这样的你，才是最真实、最有力量的你。所以，让眼泪流吧，让它告诉你，你还有感觉，还有希望，还有梦想。你还在为生命而动容，还在为爱而颤抖。宇宙会听见你，会回应你。就在那一滴滴，你终于愿意不再隐藏的泪水里，你以为创造是一种光芒万丈的开始，是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一切都看得见的时刻，是灵感涌现，是能量高涨，是世界张开双臂欢迎你出场的时候。但其实不是，真正的创造从来不是光亮的开始，而是黑暗中的开口。它发生在你最迷惘的时候，在你看不清方向的时候，在你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的时候，在你坐在床边不知道明天该往哪里走的时候。那种黑暗不是世界变黑了，而是你内在的灯还没点亮，但它会来。那盏灯会从你愿意承认黑暗的那一刻开始，慢慢亮起。创造不是来自都准备好了的状态，而是你在一无所知的时候，依然选择开始的勇气。那是一种无声的呼吸，一种无形的转动，一种你说不出口但灵魂知道的渴望。在最看似荒芜的土地上埋下第一颗种子，不是因为你确定它会发芽，而是你选择相信它值得被种下。这就是创造的起点，它从黑暗里来，从破裂里来，从你曾经以为什么都没有了的地方慢慢生长。你可能会怀疑，会想，我怎么可能做得到？你可能会退缩，觉得我是不是该等到更好的时机？你甚至会责怪自己，为什么我还这么混乱？但亲爱的，请你知道，黑暗不是失败，它是创造的子宫，它是你内在最深层的空间。在那里，所有表面的光都褪去了，你开始能够听见真正的声音，你开始看见你真正在乎什么，真正想说什么，真正想成为怎样的自己。不是为了表现，不是为了被喜欢，只是因为你知道，你不能再忽略这股内在的声音。于是你开始动了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，一个决定写下来的句子，一个决定说出口的感受，一个决定尝试的改变，那就是开口，是黑暗里的一道裂缝。光还没照进来，但能量已经开始动了。
你不用马上看见成果，你也不用马上有信心，你只要允许自己在黑暗中先张开，张开那个你过去一直关起来的自己，张开那个说我不知道，但我愿意试的心，张开那个愿意在混乱中前进半步的勇气，这就够了。创造不是宏大的计划，是你愿意在还没准备好的时候，先靠近灵魂的一小步，就像种子在黑暗的土壤里发芽，它什么都看不见，也不知道自己会长成什么样子，但它就是选择往上走，选择破开自己，选择相信有阳光存在。你也是，你不用先成为光，你只需要在黑暗中愿意开口。这个开口会让宇宙知道你准备好了，会让新的灵感开始进来，会让那份你以为早已熄灭的热情重新点燃。请不要因为你还在黑暗里，就以为你没有价值，就以为你走错了方向。黑暗不是结束，它只是创造尚未成型的温床。当你选择张开，你就是光的容器。宇宙从来不是等你好了才来支持你，它是在你最迷惘、最诚实、最脆弱的时候，最靠近你。因为你终于放下伪装，因为你终于回到内在，因为你终于说出那句我不确定，但我愿意相信。这就是创造，不是从完美开始，而是从你选择不再否定自己开始，从你在黑暗中开了一道口，允许新的你从那里诞生。创造从来不是光亮的开始，它是你在黑暗里还愿意相信的那一丝微光。那一丝微光足以照亮你接下来的整段旅程。你是不是常常觉得情绪很碍事？当它来的时候，你感觉一切都被打乱了。你想前进，想清晰，想有方向，但它却让你陷进一种混浊的感觉里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情绪阻碍了你的人生？我们被教导要理性，要冷静，要成熟。我们被赞美的是坚强，不动摇，沉着稳定。所以我们渐渐学会了把情绪藏起来，装没事，逼自己先处理完该处理的，再来管感受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事情好像并没有因为你压下情绪就比较顺利，反而你越是不处理情绪，生活就越是卡住、混乱、莫名其妙的不对劲。那是因为你忘了，情绪不是障碍，它是能量，而当你抗拒它，那份能量就卡在你体内，阻碍了你与生命之间的流动。但当你拥抱它，你就在说，我允许这份能量通过我。你不再压，不再逃，不再硬撑，而是让自己成为一个能量可以穿越的容器。那一刻开始，生命会为你让路，因为你已经不再对抗自己了。当你不再害怕悲伤，你就能看见悲伤背后的渴望。当你愿意感受愤怒，你就能理解你内在想要划下界限的声音。当你拥抱恐惧，你就能穿越它，看见更深的信任。你不是为了处理掉情绪而拥抱它，你是为了重新连结自己，而走进那一层层的感受中。拥抱情绪不是神匿，而是一种转化，是一种诚实的接纳，是一种灵魂对自己的允许。
你会开始感受到，当你对自己的情绪诚实，外在的局势也慢慢的诚实了。有些一直无法突破的关系，突然开始靠近；有些一直卡住的计划，突然开始前进；有些一直纠结的选择，突然变得清楚。不是因为外在变了，而是你内在的堵塞被打开了，你的能量场清晰了，你开始与生命对齐。情绪是你与宇宙的沟通通道，你越愿意倾听它，你越能准确地知道你的灵魂想去哪里。而当你愿意拥抱情绪，你就在把自己放回正轨，那条属于你、为你量身打造的生命路线开始为你展开。不是因为你做对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对抗你自己了。你开始学会，我可以不必完美，但我可以诚实；我可以不必永远积极，但我可以允许；我可以不必没有情绪，但我可以温柔地陪伴自己。这样的你，才是最有力量的你。你越是拥抱那些混乱、害怕、无助的片刻，你就越能打开内在的空间，让宇宙进来，让灵感进来，让奇迹进来。拥抱情绪，不是你的软弱，是你开始真正尊重自己的证明。从此以后，你不再需要假装没事，你不再把情绪当成麻烦。你会知道，每一次情绪的来临，其实都是灵魂的邀请，邀请你靠近自己，也邀请你走向一个更新的版本。那一刻开始，生命会为你让路，因为你已经准备好，用全部的你来活这一场人生了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